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中文故事播客节目。这次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很多正在学中文的你都特别头疼的问题，是不是觉得，哎呀，单词背了一大堆，可真要说话的时候就，卡在那儿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者呢，明明知道该怎么说，但就是不敢开口，特别是对着人的时候，心里发怵。我们正好拿到一些专业分享，里面有不少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老师的看法，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挖一挖这些让人头疼的坎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给你找些好用、能上手的方法，帮你迈过去。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背了那么多词，一用就抓瞎呢？来听听专家的分析。你好，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啊，确实太普遍了，几乎是每个中文学习者在某个阶段都会碰到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共性瓶颈。所以首先得说，你不用太焦虑，或者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这个挺正常的。这背后的原因呢，主要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是记单词的方式方法，另一个就是说缺少把词儿用起来的那个练习环境。说到记单词，很多人肯定都有体会，今天背，明天忘，简直是家常便饭。而且还有种情况，就是一个词看着特眼熟，单独拿出来我也认识，但就是比如我想约朋友吃饭，说我们去吃那个火锅，明明会啊，就是卡在嗓子眼儿说不出来，脑子好像短路了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啊，主要有两个可以说是核心的原因在起作用。第一个，咱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你可能只记住了单词的形式，但忽略了它的功用。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记单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孤零零的符号信息来看待，就像一张独立的卡片。比如说火锅，你可能记得发音，记得怎么写，甚至记得英文翻译是 hot pot， 但是你可能没太去想这个词在实际生活里到底是怎么用的，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说到它，这个关键环节可能被忽略了。哦，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我可能记住了火锅两个字和发音，对，但没把它跟比如说朋友聚餐啊，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啊，或者看到一家新开的火锅店，这些具体的场景联系起来。所以等场景出现的时候，那个词就调不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这个道理。你没有在大脑里头给这个词汇符号和它对应的那些使用场景建立起一个足够强的连接网络，那结果就是当现实场景来了，比如朋友问，晚上吃什么呀？你的大脑就很难通过这个场景线索，快速用准确的把火锅这个词给激活，然后提取出来。它就好像只是你记忆库里的一个睡着的信息。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你在记这个词的时候，就要主动的去想，去关联这些场景，甚至可以在脑子里稍微演练一下。比如我可以跟朋友说，我们去吃火锅吧，或者看到广告牌，心里想，这家火锅看起来好像不错。这样一来，这个词和场景才算是真正的绑到一块儿了。原来这个连接这么重要。那除了这个，就是只记形式不记用，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让我们这个嘴巴跟不上脑子呢？有。第二个关键原因，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就是太过依赖默记，缺少了口头演练。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看啊，很多人学中文习惯是看书，用手机 app 刷单词，或者安安静静的在本子上抄写，但他们很少或者说不太愿意真正的把单词啊、例句啊大声的读出来。可语言它的本质首先是声音，对吧？是用来交流的，它必须得经过说这个动作，才能真正的内化到你的语言系统里去。你可以想一下，比如说记谢谢，你默默的写10遍，跟你模拟一个真实的场景，比如说有人帮了你，你带着感激的语气，大声说5遍，哎呀，太谢谢你了，或者跟服务员说谢谢啊，你觉得哪个效果更好？哪个让你印象更深？用的时候更容易脱口而出？这倒是，好像说出来的时候调动的感官更多一些，感觉记得是会牢一点。完全正确，因为你大声读的时候，
你不光是在记文字本身，你还在用你的听觉听自己的发音怎么样，用你的动觉，就是口腔肌肉怎么运动，你甚至还会带入一些情感和场景想象。这种多通道的输入会大大加深你记忆编码的那个强度。我之前有个学生，他记水果的名字老是搞混，什么苹果、香蕉、葡萄的，经常说错。我就建议他下次去超市的时候，看到哪个水果就对着他小声的把它说出来。哦，这是苹果，苹果。我挺喜欢吃香蕉的，香蕉。结果呢，没过多久，这些词他不仅记得特别牢，而且在平常聊天的时候也能很自然的就用出来了。嘿，这个去超市练的方法听起来还挺接地气的。所以我小结一下啊，就是说记不住词不一定是你记忆力不行，很可能是方法没对。关键是要把词和它怎么用，在什么场景用联系起来，而且一定得多动嘴去练，让它变成你脑袋里活跃的那部分词汇。好，那我们明白了记不住的原因，接着来看另一个大难题吧，就是明明可能会说，但就是不敢开口，这个张嘴难又该怎么办呢？对，这个也是，哎呀，好多人的痛点，就是理论上都知道，词汇量好像也还行，甚至脑子里都能想出挺完整的句子，可真到了要跟人说话，特别是跟中文是母语的人交流的时候，就好像咔打有个关掉了似的，一下子就特别紧张，话都到嘴边了，又给咽回去了。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突破一下吗？办法肯定是有的。首先，咱们得理解一下张嘴难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很多时候，它并不完全是因为性格内向啊，或者说是胆子小，更深层的原因往往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就是怕犯错，特别是怕自己说错了被别人笑话。这种对出错的恐惧感，它太强烈了，就把你那个想要表达的欲望给压下去了。所以啊，要想克服这一点，关键就在于要给自己创造机会进行充分的，我们叫做低压力练习 （low pressure practice）。意思就是你先找一个让你觉得足够安全、不怕犯错的环境，先把话说熟练、说顺畅了，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过渡到挑战性稍微高一点的真实交流场景里面去。低压力练习，这个概念挺有意思的。那具体来说，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创造这种低压的环境呢？我给你推荐3个，我觉得比较实用也比较容易开始的方法吧。第一个啊，听起来可能稍微有点怪，但真的挺有用的，就是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啊，对着镜子说话，这个会不会感觉有点傻傻的，或者说有点不好意思？哈哈，刚开始可能确实会有点儿，但你想想它最大的好处在哪儿？镜子里那个人是你自己啊，他是一个绝对不会评判你，也绝对不会嘲笑你的听众，对吧？所以你可以在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去练习。每天呢，你就花个几分钟站在镜子前面，试着用中文简单描述一下你的一天，比如说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心情怎么样，或者明天打算干什么。就说点简单的，比如我今天早上喝了咖啡，还吃了鸡蛋，现在感觉有点累，明天呢我想去图书馆看看书。就这么说，不用追求句子多复杂，语法多完美，重点是让你的嘴巴、你的口腔肌肉去熟悉中文的发音方式，练习那个自然的语调和节奏，找到一种说顺嘴的感觉。这倒是，确实能把那种怕被评价的焦虑感给去掉不少。但这种就是自己跟自己说的练习，它真的能转化成跟真人对话的勇气吗？会不会还是觉得有挺大的差距？这是个好问题。对着镜子练习，它主要帮你解决的是最初的那个肌肉记忆和流畅度的问题，是帮你克服最基础的开不了口那个障碍。它确实不能完全替代真实的互动交流，这个没错，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连在课堂上做个最简单的自我介绍，他都紧张的不行。我就建议他回去试试对着镜子练。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跟我反馈说，虽然现在跟真人说话，还是会有点紧张，但起码敢开口了。
而且能比较清楚地说出来，像“你好，我想要一杯奶茶，要半糖，去冰，谢谢”这种很实用的短句子。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进步。人的信心呢，就是从这样一个个小的成功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明白了，它是帮你打个基础，建立最初的自信和流利度。那第二个方法呢？寻找零压力的练习伙伴。这里的关键是零压力，指的是那些绝对不会让你感到紧张，能够完全包容你犯错的听众。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跟你水平差不多的，然后心态也比较轻松的学习伙伴。你们可以提前说好，咱们练习的时候不互相挑错，或者只在最后简单交流一下感受，重点就是多说。可以一起读点有趣的短文啊、对话呀，甚至玩一些简单的中文小游戏，比如你来比划，我来猜什么的。错了，大家就笑一笑，接着玩。找水平差不多的学伴儿，这个听起来是不错。但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呢？或者说，就算是学伴儿，处久了也可能不知不觉就开始互相纠错了，反而让人又紧张起来，这怎么办？哎，就是为什么我说伙伴不一定非得是人嘛。你的宠物就是绝佳的听众，你可以对着你的猫、你的狗用中文跟他们唠唠嗑。咪咪，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啊，要不要出去玩儿？他们肯定会特别耐心地听着，给你100%的支持和鼓励，对吧？甚至你的毛绒玩具、桌子上那盆绿植，都可以是你练习的对象。关键就在于创造一个让你觉得，绝对安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输出中文的环境。在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下，你潜意识里对犯错的那种恐惧就会慢慢的降低，让说中文这事儿变得不那么可怕，甚至，还有点好玩。哈哈，把练习对象扩展到宠物和玩偶上，这个思路挺有意思的，确实能把心理负担降到最低。那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呢，是稍微调整一下心态，然后去实践一个策略，叫做不求完美，先求沟通。也就是说，咱们先从关键词儿和短句子开始练起。很多学习者之所以不敢开口，就是因为总想着一开口就得说出那种语法又完整、逻辑又清晰的长句子，给自己设的标准太高了。一旦觉得自己达不到，就很容易受挫，然后就更不敢说了。但其实啊，咱们得明白，沟通它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对吧？在很多很多的日常场景下，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完美的句子。那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你在饭馆吃饭，想再要一碗米饭，你其实不需要非得组织一句特别完整的“服务员，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再给我拿一碗米饭吗？”你完全可以更简单点儿，指指碗儿，或者看着服务员说“米饭，再要一碗，谢谢”。服务员肯定明白你的意思，对吧？再比如，你想夸朋友的新发型好看，也不用非得想半天怎么组织复杂的句子，直接说发型好看，然后加上一个微笑，一个肯定的眼神，这个信息就完全传递到位了。有道理。很多时候，几个核心的词，再加上表情啊、动作呀，其实就能把基本的意思说明白了。对，关键在于，当你发现，即使是用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短句子，我也能成功的跟人交流，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获得一种非常直接的成就感。这种我能行的积极反馈，会一点一点的瓦解你对开口说话的恐惧感，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有信心去尝试更复杂一点的表达了。所以，记住，先保证有效沟通，然后再逐步的去追求流利完美。这3个方法，对着镜子练，找零压力的伙伴儿，还要从短句开始，听起来都挺实用的。感觉核心都是先把那个心理门槛儿给降下来，创造一个让自己敢说的氛围。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前面讨论的那个记单词的问题和这里的练口语更好的结合起来呢？毕竟咱们记单词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用它来说话，对吧？问得特别好。把记和用这2件事给打通，让学到的东西能够真正用出来，这正是高效学习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呢，核心原则其实挺简单的，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记词的时候就想着怎么用它来说话，而说话的时候呢，就有意识的去用那些你记过的词，努力去构建这样一个输入、思考、输出再输入的良性循环。记词时想用法，说话时用记过的词。这个原则听起来很清晰。那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怎么做呢？举个例子吧，比如你今天学了个新词，羡慕，羡慕。好，别光记下它的发音和意思 envy， 立刻停一下，想一想，我会在什么情况下羡慕别人呢？可能会羡慕别人的好运气，或者羡慕别人的才华，羡慕别人能到处去旅行。好，想到这些场景了，下一步马上就用它造个简单的句子说出来，哪怕就是对着空气说，或者在心里默念也行。比如，哎，我真羡慕你能去那么多地方玩，或者看到朋友考得特别好，就用上真羡慕你啊，考得这么棒。就是把记单词、联想场景，还有造句输出这3步，尽可能的捆绑在一起，马上就完成。对，没错，就是及时捆绑。再举个例子，比如学天气，天气这个词，别光背它，走到窗户边看看天，哎，今天是个大晴天，立刻就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如果是阴天呢，马上就用上，今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下雨了，那就练习说，外面在下雨呢，今天天气不好。核心就是养成一个习惯，每接触到一个新词，这是输入，不仅仅是认识它，更要主动的去思考它的使用场景，这是思考，并且立刻尝试用它来说一句话，这是输出。反过来呢，在你平时开口说话或者练习口语的时候，也要有意识的去检索，去使用你最近学过的那些词汇，这就是再输入和巩固。那这样做带来的效果会是怎样的呢？效果是双重的。首先，通过这种记词立刻就用的方式，你学到的每一个单词都和具体的用法、真实的场景建立了非常强的关联。这样一来，下次你再碰到类似的场景，或者想表达类似的意思时，你的大脑就能更快、更准确地把这个词给提取出来，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信息点了，而是你大脑里那个语言网络中一个被激活的节点。其次呢，因为你在记单词的时候已经演练过怎么用它了，甚至可能已经说出口了，那这个词对你来说就有了种熟悉感和掌控感。当你真的需要开口交流的时候，你会更倾向于去使用这些你已经操练过的词汇，因为你潜意识里知道，哎，这个词我会用，那个自信心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对犯错的恐惧感也就会相应的减低一些。我明白了，这感觉就像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小规模的模拟实战，让那些知识点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上、理论上的东西，而是直接转化成你可以使用的技能。既是为了更好的用，用又能反过来促进你记得更牢固，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感觉清晰多了，豁然开朗。原来我们觉得特别难的记不住和不敢说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关键还是要调整一下学习的方法，而且得有耐心去一点点实践。正是这样，语言学习，尤其是口语能力的提高，它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持续的有意识的练习是至关重要的。我有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跟学生说，学中文啊，有点像学骑自行车。学骑自行车，这个比喻怎么说？你想想看，咱们学骑自行车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你肯定掌握不好那个平衡，对吧？可能会摔跤，心里也挺紧张、挺害怕的。但是你一般不会因为摔了几次就彻底不学了，是不是？你会继续去试，在一次又一次的摇摇晃晃、不断调整中，你的身体会逐渐记住那种平衡的感觉。最后呢，你就能骑得又稳又快了，甚至还能很享受骑车的乐趣。学说中文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发音不准，用词不对，说话卡壳，不敢开口，这些都是学习过程中的摔跤，太正常不过了。关键是摔倒了，咱得爬起来继续练，多说多用，你的那个语感还有你的口腔肌肉，就会像找到自行车的平衡点一样，变得越来越熟练，你也会越来越自信。这个比喻确实很贴切。
真的是这样，很少有什么技能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都需要一个练习、犯错再调整的过程。对，所以啊，真的不用过度的去担心，说自己说的不好会不会被别人笑话。其实你想想，当你作为一个外国的学习者，在努力的尝试用中文去沟通的时候，大多数的母语者，他们感受的是你的那份诚意和努力，他们心里头更多的是欣赏，而且是很愿意提供帮助的。而且咱们还得换个角度看，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错误的地方，可能恰恰是你进步的标志。比如说，你开始固定的把某个语法规则用到所有的地方，即使有些地方用的不对，是个例外，但这恰恰说明你正在努力的内化这个规则。下一步才是去学习和掌握它的那些例外情况。所以不要只是害怕错误，要学着去分析错误，把它看作是成长的一个台阶儿。这个观点很有启发。错误是进步的标志，感觉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我们对犯错的那种焦虑感。好的，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核心内容吧。我们深入探讨了中文学习里两个特别常见的痛点：记不住词儿和不敢开口说。我们了解到，记不住词儿主要还是方法问题，比如只记形式不记用法，或者缺少口头练习。而不敢说呢，更多是源于心理上的障碍，就是怕犯错。针对这些，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具体的策略。记单词的时候要联系场景，要大声说出来。克服开口难，可以试试低压力练习3部曲，就是对着镜子说，找零压力的伙伴，从短句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把记和用结合起来，形成记词儿想用、说话用词的良性循环。并且呢，要认识到犯错也是学习的部分。总结得很到位。希望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分析和方法，能给你带来一些切实的帮助。当然，咱们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些方法真正的用到你的学习中去，并且坚持下去。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留给你一个小小的思考题，或者说是一个行动的起点吧。听完今天的探讨，你有没有想好，打算先用咱们提到的哪个方法来激活一个你最近学了但感觉还不太熟练的中文词儿呢？或者你准备先对着谁？是镜子里的自己，还是你的小猫小狗，或者一个好朋友，说出你的第一句低压力的中文呢？期待你的尝试，也祝愿你在学习中文的这段旅程中能够不断进步，并且享受到用中文表达的乐趣。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